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多元选择的教育时代，生活在北美、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人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公立名校、私立名校、特许学校、宗教学校、蒙特梭利、华德福、IB、AP、STEM 导向，每一条路看似都有道理，也都声称是为了孩子的未来。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作为家长的我们真的有点迷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学校的问题呢，其背后有一些咱们家长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是忽略的一些比较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家长啊，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到底在给孩子选择什么？选择学校，其实呢，我要告诉你们，选择学校只是表象。选择学校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否则这个问题呢，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个大问题。我们既然是讲选择学校，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清楚，评判一个学校的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想评判一个学校的好坏，就要首先明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一个孩子到底怎么算优秀？孩子具备什么样的特点、素质才能成为优秀？只有明白了什么是优秀的孩子这个标准之后，我现在讲的特别重要这一段，你选择学校才有了绝对的标准。因为只有其教育理念，就是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能赋予我们孩子这些优秀的品质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这才是判断和选择这个学校好与坏的绝对的标准。现在的问题就归结到了什么？归结到了我们怎么具体的去定义什么叫优秀的孩子这个标准。当我们清楚了自己孩子具备哪些素质才是优秀的孩子、优秀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了鉴别学校好与坏的能力。这一段希望大家认真的去理解一下。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了孩子什么是优秀的时候，他具备什么标准的时候，能够赋予咱们孩子这些优秀的素质和优秀的能力的学校才是好学校。这个概念应该是，这个逻辑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以我对教育的理解，我告诉大家，它是由8个方面的基本素养构成的。第一个就是精神信仰，第二个是孩子的人生目标，第三个是孩子的道德品质，第四个是孩子的心理健康，第五呢是孩子的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第六，健康而有力量的性格，这个包括思维能力、鉴别能力、创造力、学习力，以及胆量、勇敢、责任、勇气这些品质。第七就是实际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第8个呢就是健康的体魄。这8个方面呢是一个优秀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也只有当这些孩子都具备了的时候，你的孩子才能够真正健康快乐的成长，也才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同时也是你选择学校的标准，这个没错吧？一个学校是否关注或者帮助有助于孩子在这个8个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才是咱们学校最重要的，也是选择学校最重要的。如果学校只有学术分数的提升，那只是咱上边讲了8个方面中的一种，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咱们孩子而言，我们家长已经来到了海外，我们不能让自己仍然就是局限在过去的那种思维当中。我们的孩子选择学校时，眼睛不能只盯着分数排名和名校的升学率，这些是需要的，没有否定，但这些不是我们选择的唯一的标准。孩子不仅仅需要一座升学的训练工厂，他们还需要，甚至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们变成
真正完美的、优秀的人的学校。否则我们可能会培养出一个具体的学术能力很强，但是人格很不健全的，而也很不可能生活的幸福的人。目前在北美出了很多名校大学毕业生、博士生这些高材生互相伤害、仇杀等一系列的恶性的事件，这个大家其实都听说了。这就是这种不完善的选择带来的恶果。你肯定不能否认这些孩子他的专业的学术水平，对吧？但是他由于缺乏了其他方面的素质和修为，最终走上了一条让社会和自己的家庭都无法承受的一条不归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要给孩子选对一所学校，家长必须自己先具备对教育的基本的判断和鉴别力。这一点你们记住，非常的重要。当你具备了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具备了鉴别好学校和选择好学校的能力，这是你孩子的幸运。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也就是说，你光仅仅具备了鉴别好学校和选择好学校的这个能力问题还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通过我现在讲的内容，你已经知道了你需要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但是比较残酷的现实摆在了你们的面前。按照我上面给大家提供的这8个全面发展的标准来看，这种学校很难找。讲到这儿呢，我其实是想给大家导出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甚至可能是让大家有点震惊的结论，就是选择学校其实不重要。虽然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在讲选择学校，但选择学校真的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家长要选择的是我们自己。所谓选学校，不如说是在选择我们作为家长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的视野和认知。更进一步讲，就是选择提升我们自己的教育能力，选择我们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家长，这才是解决孩子所有的问题的根本方法。当然包括教育问题了，也是我们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方面。只有当我们具备了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引导成为在这8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主动性、有目标、有信念、有方法，那么选哪所学校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他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没错吧？当然包括很轻松的进入孩子和家长向往的所谓的好学校，也就是提分学校、上名校的学校。我在这里其实一直没有反对家长选择就是说能够上名校的那些好的中学，但是现在其实家长已经非常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那不全面，那不是唯一的，还要有更全面的素质的培养。如果说孩子没有这些的话，再好的学校对咱孩子来讲也是枉然，因为他无法承受压力，他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咱们同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所所谓的好学校，有的孩子出来了上了名校，有些呢其实是反倒遭受了学校的各种压力下的蹂躏，最后甚至毁了孩子的一生。我一直对海外的这个华人家长呢，其实是抱有一份尊重在里边的，因为你们的这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来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对未来还有希望的一个社会呢，能走到这一步，意味着你本身就具备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和智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必须坦白的说不必太介意相当一部分家长一遇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当然包括教育的事情理智和判断力就和原来自己所具备的这种智慧
相差甚远。说难听点儿，基本归零了。别人说哪个学校好，咱们就奔哪个学校去；别人说哪个国家好，咱就奔哪个国家去，完全没有了自己对教育、对学校和相关事物的判断和鉴别力。这绝对不是你们的能力的不足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太爱孩子了，太执着了，心太重。因为这样的家长我碰到的太多了。一到孩子的问题上呢，就不能理性的去看待问题。就比如说我到海外之后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个事实，竟然在北美这个地方也出现了学区房这个概念。这学区房大家知道都是中国的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没想到咱们北美这个地区也有了。在这个咱们家长眼中所谓的好学校啊，周边房价大部分是被咱华人家长给炒起来了。有些家庭甚至为了孩子的教育，跨州买房，举家搬迁为了进入某一所学校。这样的行为呢，看起来有没有一点像中国的那种有点疯狂的状态？是有的。我这个视频就想让咱们这些原本非常智慧的家长，在对待孩子选择学校的问题上，以及孩子的教育方面回归理性，回归智慧，从此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焦虑和纠结。说到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讲我的现在提出的这个教育方法，就是帮助你具备这样的教育能力的方法。只要你理解和应用了这个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无论你的孩子走到哪条成长的道路上，都不会迷失。你比如说，如果你相信道德与信仰的力量，这8个方面中前2项将成为孩子人生的人格的基石。我是非常侧重于这2个方面，但如果说你不信不信神不信佛，我也不强求你，但你务必重视我所列到的这后边的6个方面，那是孩子人生不可或缺的能力的核心。我们呢，不能将孩子的命运交给偶然，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这种偶然导致的失败的结果啊。真正决定孩子命运的，让孩子走在必然成功而非偶然成功道路上的，是我们对教育的正确认知和能力，是我们家长愿意不断的自我成长、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这样的孩子的成功才是必然，而不是偶然。你可以为了买房而精通了房屋构造，这个没错吧？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要买房了，请坐下心来研究了好多天关于买房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为了旅游坐下来做了很久的旅游的周密的攻略。那么我要说的是，为了你的孩子的未来，你一定愿意花一定的时间，成为一个有判断力、鉴别力和教育能力的家长。选对学校，不如成为给你的孩子能够带来最好的教育的父母，这是你给你的孩子最珍贵的礼物。这也是这支影片想带给你们的一些启迪和力量。其实成为这样的家长不难。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再详细给大家讲解。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真理：如果你见到一个积极阳光、自信、有判断力，又有创造力和全方位的这种优秀的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绝对相信我下边说的这句话，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清醒而智慧的父母。这个社会表面上是孩子与孩子之间的竞争和成长，其实是我们父母之间对教育认知和能力以及智慧的竞争和成长。请点赞、订阅、转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丁老师新的视频。